都是中国逼的。美国陆军未来要么分散，要么机动，要么死亡，还有别的好办法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美国陆军最大的训练基地欧文堡联合武器中心的主任米尔福德·比格尔中将最近说，俄乌冲突证明，你必须假设敌人总是在监视你，甚至距离前线数万公里也是如此。那么这种监视就意味着后方的指挥所、支援部队和补给站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威胁，而这种威胁将改变美国陆军的行动方式，如何分散、掩护并继续移动，以避免被对手发现、瞄准和打击，同时还要有能力采取有效的行动，这可太难了。美国陆军试图通过多域作战理论来解决其战术困境，但是在开发作战网络的关键技术上面临着挑战。如果美国人想在印太地区采取行动，不同的作战单位很大程度上将分散在多个小岛上，而不是形成一个连续的战线。但是实际作战呢，又需要将这些军事力量集中在多个决定性的点上。有人指出，消除战术和技术复杂性是美国陆军领导的多军兵种融合项目需要攻关的目标，因为武器以及侦察系统的作用距离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精确。在未来两个高科技大国，比如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中，数量巨大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能会攻击数百甚至数千公里外的目标，而天基监测系统可以探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军事行动，而网络战呢，则可以破坏这些行动。美国陆军的一份新手册强调，集中和静态的部队很容易被敌军发现和摧毁。保持战斗力的一种方式是最大限度的保持分散。到达战区的部队必须分散到连级规模的战术编队中，同时呢，进行维护检查、装载弹药，确保机组人员准备就绪，并快速移动到前沿阵地。这将让部队之间的合作变得更为困难，需要平衡部队分散后在生存能力方面的优势，以及分散后对任务有效性的负面影响。这实际上是一对矛盾，因为分散之后的协同取决于沟通，但是面对复杂的对手，持续的通讯将使敌军能够检测和瞄准美军的指挥系统。因此，中美下一代的网络不仅要快速安全地传输大量数据，还必须尽量地缩短发送信息的时间，以免被敌方追踪和定位。这是中美正在解决的巨大技术挑战。美国已经把下一代军用通讯网络的建设列为重中之重，而美国陆军在这里最大的资产不是技术，而是人才。有经验的作战指挥官将是获胜关键，也就是分散之后的战场需要更多的精英指挥官。总结美军的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就决定中美陆军作战胜负的关键是态势感知能力的建设，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但是也需要陆军采取新的战略战术，以适应未来更加透明的战场。美国陆军面对中国这样的强大对手时，将采取更加分散和机动的作战模式，这依赖于下一代的高速保密的军用数据链，同时呢，也需要大量基层精英指挥人员。当然，这些条件还取决于美国陆军能够在空军拥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否则美国陆军就有可能被强大的对手当成活靶子打。美国人所说的强大对手，其实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只有中国拥有与美国实力相当的天基卫星侦察网络，也拥有比美国还强大的陆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和远程火箭炮。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更加完善的军工产业链和更为先进的通信技术。这其中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规模更大的理工科人才。这一切都意味着美国陆军将没有实力
与中国军队抗衡。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